秦彦之，我要杀了你！这是穿越成了大夏朝废材王子。你是倾城第一才女沈月慈。沈姑娘，冷静！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大家都不想看到。我秦彦之绝没有故意坏你清白的意思，这里面肯定有天大的误会，我是被陷害的。你放心，秦某人一定会负责的。你个废物，坏我清白，你拿什么负责？今日我沈月慈不杀你，誓不为人。我说我会负责。你也是聪明人，我若真想坏你清白，又岂会在你文轩阁中而不把你掳走？你好好想想，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种好似从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眼神，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废物身上？沈小姐在吗？沈小姐，北齐事先在金銮殿上设题，难住了满朝文武。沈大人推举你前去应战，陛下口谕让我等务必护送你到场，挽回我大夏颜面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3天之内我会查清幕后黑手，3个月之内我会获得相应权势，让你心甘情愿嫁给我，如何？好，本姑娘就给你一个机会，3天之内你要是找不到幕后之人，即便你是皇子，本姑娘也有100种办法让你生不如死。至于让我心甘情愿嫁给你，你以为你是诗仙还是慈圣？本姑娘才情天下第一，文治武功，王权富贵，绝不能少。你行吗？我行不行，你还不知道。你，秦彦之，3天后我来杀你！要不换身衣裳？滚！上辈子半生漂泊，这辈子弄个皇帝来当或许也不错。你在嘀咕什么呢？不错，真不错。再看戳下你的狗眼！京城第一才女沈月慈到。沈小姐，请。在下北齐廖非凡，承蒙如临抬爱，称一声诗仙，久仰沈姑娘大名，今日一观，真如天仙下凡。阁下有话直说。沈姑娘恐怕不知道，方才廖某已与贵国国子监博士、翰林院学士切磋一番，不才侥幸赢下边州10城。这样吧，廖某愿以此10城做赌，沈姑娘若赢了10城奉还，若输了，沈姑娘就得嫁给廖某人。沈姑娘意下如何？狂妄，简直狂妄至极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沈姑娘莫要理会这厮。北齐蛮贼想娶沈姑娘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让一个女流之辈站出来，你们大夏男人都是废物吗？沈姑娘若不敢赌，就请下去。不过这10城可就永远归我北齐了。好，我答应。好，沈姑娘好胆量。废话少说，出题吧。我有一对，请沈姑娘在一炷香内作答。听好了，骑骑马张长弓，琴瑟琵琶8大王，王王在上，单歌成战。大夏文台不过尔尔，沈小姐要是再答不出，明日廖某便上门提亲，你可不要拒绝哦。谁能对出此对？我想前进。若能救沈小姐，我赠美璧若干，宅子一座。谁能替小女答出来？我沈某人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。我沈，慢着，我来对。这不是那个废材九皇子吗？他懂什么？就他还想学人英雄救美？快下去吧，别丢我大夏的脸！听好了，我的下联是：伪为人袭龙衣，魑魅魍魉4小鬼，鬼鬼犯边，合手缉拿。妙，此罪甚妙啊！上联讥讽我大夏，九殿下的下联直接将北齐比作4小鬼，合手缉拿，立意更胜一筹。
这废材竟真能兑出来，定是夏梦的。大夏皇帝，方才不过是热身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这一次，我北齐愿意拿出一片马场以及1万匹战马作为先前一切的赌注，你们大夏还敢不敢赌？1万匹战马，那可足以让大夏骑兵实力翻倍啊！你想怎么赌？赌诗，限定时间内谁写的诗数量多、质量好，但要加一条赌命，败者当场殒命。颜值，你可有信心？为大夏，为沈姑娘，儿臣愿往。诗词可不比对子，九弟这是自寻死路，不知天高地厚。颜值，你可要想清楚，你虽是朕的儿子，可君无戏言，国无小事，你若输了，朕绝不会保你。儿臣知道，你有此勇气，朕心甚慰。去吧。秦嫣之，你比不过他的。试一试才知道。沈姑娘，下去歇着吧，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了。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，你要是死了也活该。沈姑娘这是担心我，放心，我绝不让你年纪轻轻就守寡。你，没想到你真敢上来送死！废话少说，出题。哼，狂妄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别到时候说我占你便宜。既然你我皆仰慕沈小姐，那便以月为题，一炷香为限。一炷香为定，开始。快看，九弟被吓傻了，连笔都不会拿了。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？拿纸来！再拿纸。时间到，停笔。廖非凡作诗5首，九殿下秦偃之作诗一时8首。荒谬！大夏皇帝，你若是输不起，想玩花招，直出便是。绝不可能！我知道了，秦偃之，你肯定是胡乱写的打油诗。是不是胡乱写的？你且听好了：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向阳花木易为春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多传世佳作？你作弊，大夏无耻！你一定是在作弊！作弊？题目是你定的，诗是当众写的，你告诉我怎么作弊？输不起就别玩。苍天啊，既生厌，何生烦？别装死！刚才谁说要以诗赌命的？别杀我！我还没当上大儒，我是诗仙，你不能杀我！诗仙，你也配！今日我秦偃之便要告诉天下人，犯我大夏者，虽远必诛。来人，拖下去斩了！好一个虽远必诛！大夏皇帝文笔结束，尚有5笔，就是不知道大夏皇子功夫真如他嘴巴上说的那样。汝敢战否？九弟，武斗可不是动动嘴皮子，下去歇着吧，看为兄如何破敌。快传太医！还有谁？胜此条者，朕厚赏之。我来。大夏皇子敢战否？半步宗师，这七等仙已入半步宗师之境，那秦偃之肯定不敢去啊！上去不是找死吗？以这家伙的武功水平，上去不只是会丢脸，还会丢命。什么？九殿下竟然在热身？就他那点武功，竟然还敢上去丢人现眼！大夏的九皇子是猴子吗？他真上了，文治武功，他这是要向我证明吗？真是愚不可及。比试开始。
实力的差距，非猴戏可评。你实力不错，接下来我要认真了。这小猴子居然说他要认真了。寸拳！赢了！主殿下竟然真的赢了半步斗士！竟是前面几位皇兄耗尽了齐不息的体力，让他受了暗伤，否则就凭老九那几下猴戏，怎么可能赢？不管怎么说，终究是赢了。九殿下文治武功皆有建树，保住了大夏最后的颜面，理当记一大功。车轮战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等三太子恢复了再比一场。就是，大夏胜之不武，我北齐不服。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，是你北齐三太子自视甚高，轻敌轮战。怎么，北齐想赖账不成？那是北齐长公主齐红叶。大夏皇帝，我北齐确实输了，不过不知皇帝陛下可敢再赌一局？齐红叶，莫非你要亲自下场？我大夏可没能打的公主。我北齐愿拿出梁川古道作为赌注，若我们赢了，先前的一切外加那10成，悉数归还北齐。无耻！梁川古道本就是我大夏故土，尔等竟好意思拿来做赌？既是北齐远道而来，朕便让你们尽兴。说吧，你想怎么赌？7日之后，大夏北齐各出50人，30岁以下带命牌厮杀，3天之后比命牌多者胜。厮杀有趣。齐红叶，你可会亲自前往？我北齐儿郎岂有怕死之徒？尔等若赢，我北齐自愿撤出梁川古道，并保证30年不犯边境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希望到时候贵国的九殿下千万别来，不然我会打死他，就像他打死我北齐诗仙一样。哼，北齐蛮子好生无礼。众爱卿，7日之后该当如何？言之，儿臣在。说过，胜者后赏。你想要什么，尽管说。父皇，儿臣仰慕沈月赐姑娘许久，还请父皇将其赐婚于儿臣。陛下，臣女年纪尚浅，不着急婚配。九殿下的厚爱，臣替小女婉拒了，还请殿下莫怪。沈爱卿，儿女之事便让儿女去抉择吧。沈小姐，你怎么说？陛下，小女宁死不嫁这废物！混账！陛下当面，你说谁是废物，还不向殿下道歉？沈姑娘，我若是废物，那连对子都对不上的翰林学子算什么？我若是废物，那诸位拜朕的皇兄又算什么？文，我胜诗仙；武，我定乾坤，救国救民救你。我若是废物，那满朝文武宫监又算什么？不错，九子确非废物。秦彦之听令，儿臣在。朕封你为梁王，即日入大梁王府，在此金丝玉带，锦衣玉马，另受大理寺少卿之责。梁王府，大理寺少卿，这可是当年被废太子的配置啊！陛下到底何意？谢父皇。沈姑娘，本王向你求亲了。你是故意的。好，秦彦之，你既然这么喜欢我，那你敢再跟我赌一次吗？赌什么？你若能在7日后的比试中夺得积分第1，我就嫁给你；否则你就自贬庶人，永不回京。你敢吗？这有何难？父皇，诸位大臣，请做个见证。言之，你可知万一你输了，那可就成为了大夏有史以来第1笑柄。朕的皇室威严往哪儿放？你要是输了，朕绝不饶你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必登积分第1，扬我大夏国威。好，有气魄，这才是我大夏儿郎。来人，赐美酒1樽。谢父皇。哼，只要到时候秦彦之一死，我再随便骑个马摔个落红，我不还是清白之身吗？至于黑手，以后自然可以慢慢揪出来。这龙椅是好东西啊，这宝贝我看上了。月儿，你有心事？爹，月儿只是身体不舒服罢了。你这丫头，骗得了别人，还能骗得了老夫不成？说吧，这秦彦之哪点招惹你了？可是像之前那些王公一般对你死缠烂打？爹，你就别管了，女儿已经是大人了，自己的事情能处理好。好，依你。不过你要是受了委屈，千万要告诉爹爹。爹虽然老了，可我沈家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
爹，沈家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人？不好说，沈家最近怕是风头太盛。不过月儿，你得记住，除非真心喜欢，否则不管哪个皇子示好，只管拒绝便是。如今乃是多事之秋啊。爹，可是因为那夺嫡之事。你这丫头片子又开始妄语了，慎言。女儿知道了。行了，以后注意点便是。死秦彦之，这么爱吃，怎么不撑死你呢？陛下，今日大盛，妾身愿意做一回醒酒官，让诸位臣工一起醒酒作乐。哈哈哈哈！好，爱妃所言极是。不过从谁开始呢？梁王新封，又立大功，自然要从梁王开始。好，来人，去投壶。且慢，梁王文圣诗仙，武战半步宗师，区区10步投壶，怎能体现梁王的水平？来人，将壶置于100步之外。梁王，你觉得如何？100步开外，连瓶口都看不腾瞅。这女人摆明了想让我当众出丑啊！贵妃娘娘，儿臣其实不善饮酒，不擅长才好，醉了才容易乱说话。看我不参你一本。梁王愿赌服输，请吧。好气量！慢着，梁王，今日醒酒规则略有改动，若不中者，需连饮3杯，方能轮到下一人。又是这种下作手段，让你得瑟，出大酒才好。既然娘娘如此厚爱，儿臣岂敢拒绝？三宗的喝太麻烦，直接拿坛来。好酒量，那就下一人。诸位大人，第2轮击鼓传花。诸位大人，本宫开始了。贵妃娘娘，这花跟我有缘啊！哎呀，没想到又是梁王。按规矩，不喝便要作诗。那便作诗吧。一生大笑能几回，斗酒相逢须醉倒。抱歉，没想到又轮到梁王了。红酥手黄藤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赌书消得颇家乡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金樽清酒斗10千，玉盘珍馐值万钱。斗酒诗100篇，秦彦之，你到底还瞒了多少？难道以前全是装的？娘娘，您的手不酸吗？要不换儿臣来敲？哈哈哈！梁王不仅酒量好，这诗词更是一绝，着实让朕和诸位开了眼界。照此下去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大夏就能出一位千古文圣了。父皇谬赞了，儿臣愧不敢当。陛下，千古文圣不一定有，但这欺君之人，眼前倒是有一个。萧妃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陛下可曾记得半年之前，您下令让诸位皇子参加文武考核，以定爵位等级？朕自然记得，那是祖宗之法。那要是在考核上故意隐瞒实力，此罪是否能与欺君之罪相当？小妃，有什么话就直说，不必在朕面前弯弯绕绕。半年前，秦彦之的文章词句丝毫不通，武功更是稀疏平常。试问陛下，还有在场的诸位大人，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在短短半年内突然开窍，甚至能大败北齐精锐？在本宫看来，无非2种可能：第一，秦彦之早已通敌叛国，与北齐合演了这出好戏，只为博得陛下信任，好争夺大夏储君之位；第二，若秦彦之没勾结北齐，那就是他半年前故意隐瞒实力，这是实打实的欺君之罪，按律当斩。秦彦之可有此事？儿臣身在京城，通敌叛国实属荒唐，此事锦衣卫自可去查证。那你怎么解释这一身文采武功？哈哈哈哈！鼠目寸光，古人云：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。半年前我一无所成，难道就不能在半年内突然开窍，突飞猛进吗？这种鬼话谁会相信？武功尚可苦练，但文采底蕴岂能速成？在座的大人们哪一个不是寒窗苦读10年？难道他们的10年之功还比不上你半年之苦？因为我与他们不同。你有何不同？陛下，秦彦之其心可诛，请治秦彦之欺君之罪。来人，
将秦彦之打入宗人府，听候发落。且慢，秦彦之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父皇，请给儿臣一个自证的机会。你要如何证明？贵妃娘娘觉得我无法博览群书，深埋底蕴，无非是说我记不住那么多东西。那只要我能证明自己有能力在半年内学富五车，是不是就能证明我并未欺君？陛下，他这是在偷换概念，切莫听他胡言乱语。他是朕的儿子，你是朕的妃子，今日非要闹个你死我活吗？好，只要你能拿出证据说服朕与诸位大臣，朕便赦你无罪。谢父皇。听说娘娘掌管宫中账册，那就去请娘娘命人将这个月来所有的账目都抬上来。抬上账目？你想干什么？娘娘，你信不信，半个时辰内我能记下这里所有的账目？半个时辰？梁王，你莫不是被酒烧坏了脑子？这能证明我记忆力超群，只要记性够好，半年之内读完万卷经典并非难事。诸位大人想必都明白，文才在于积累，这世上有且只有一种天才，那便是努力的天才。后宫账目堆积如山，平时几10个太监都要算上数日，你想半个时辰记完，简直痴人说梦。好，既然梁王有此雅兴，本宫成全你。来人，把这个月的账册全抬上来。你要真能背下，本宫不仅相信你的天赋，还亲自向你赔礼道歉。但你要是背不下来，那本王自甘领罪。这哪是在看书，这是在玩闹吧？这里如此多的数字，神仙也记不住。九殿下确实有些狂妄自大，可惜了这一身才华。待会儿他若是输了，看在今日大功的份上，想法子压一压宗人府那边。老奴明白。时辰到。父皇、娘娘，儿臣已悉数记下。大言不惭。本宫问你，上个月宫中消耗布匹几何？上等布匹120匹，中等318匹，下等916匹，一共耗费银两96780两。宫中太监月俸多少？6346名太监，月俸共计189,368两，其中5匹。未成年皇子公子的月俸呢？279326。我这个京城第一才女，在他面前，我怕是连提鞋都不配。丫头，怎么了？可是不舒服？没什么。娘娘，还有哪里不清楚的吗？算你过关。本王是过关了，那娘娘呢？是本宫错怪了梁王，还请梁王见谅。慢着，娘娘，有件事恐怕还需你解释一下。这一本是娘娘宫中的总账，这一本是浣衣局的账目，两边记录的宫女衣物损耗费用为何对不上？娘娘，你自己看看，这中间有多少差额？你说什么？本宫不明白。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无非是有人暗中参污，做了假账。娘娘掌管后宫4局12司，出了这等纰漏，娘娘莫非还想摘个干净？一派胡言，绝不可能！秦彦之，你在撒谎，你在血口喷人！沈大人，您是户部尚书，天天跟钱粮打交道，那就请您来看看，这账目到底有没有猫腻？劳烦沈爱卿当众过目一下。臣领旨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这一件破旧的浣衣损耗折价竟然计成80两银子，这大夏的银子难道是路边捡的不成？好大的胆子！萧淑玉，这便是你管的后宫？陛下，臣妾一时失察，臣妾真的不知道下辈的人胆大包天至此，还请陛下恕罪。娘娘，您这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要知道，在父皇面前胡说八道，那可是欺君之罪。本王劝娘娘最好自证清白，不然不足以全王法，不足以正帝威啊！萧淑玉，朕念你是初犯，限你3日之内找出捣鬼之人，另外罚俸1年。你可有怨言？臣妾不敢，臣妾还要谢梁王帮臣妾找出了宫中纰漏。娘娘言重了，都是儿臣不懂事，还望娘娘多多海涵。朕问你，秦彦之这些日子都接触了什么人？回陛下，九皇子白天酒楼听曲，晚上夜夜笙歌，并未接触可疑之人。唯一奇怪的是，昨晚九皇子并未回府，去了何处？文轩阁户部尚书沈万之之女沈月慈的读书处。
这沈万三，朕还以为朕的儿子他一个都看不上，没想到他竟暗中支持老九。九皇子生母当年的死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陛下，那位虽是宫女出身，但身份似乎有些不简单。诞下皇子后，便被人以慢性毒药慢慢毒死了。当时此事并未侦查，那是为朕诞了皇子的女人，他们好大的狗胆！实际上，背后隐约有萧贵妃的影子。朕知道了，封存所有关于秦彦之的卷宗，这件事不要有第三个人知道。宗人府那边，你亲自走一趟。龙生九子，子子不同。只是这第九子，真的是朕的儿子吗？狗奴才，你终于舍得出来了！我当是谁在这儿乱吠？怎么，五哥这是急着替你娘找场子来了？贱种！你不过是个卑贱侍女生的下烂货，竟敢对我大呼小叫，敢污蔑我母妃！今日不打死你，我秦贤誓不为人！白痴！你骂谁？这里除了你，还有谁在苟且？本王乃父皇亲封梁王，尔等区区家丁，动本王一下便是以下犯上，诛灭九族的死罪。谁敢上前？废物！给本王动手！出了事，本王兜着！你拿什么兜？口口声声骂我是废物，如今你连废物都不如，感觉如何？你敢打我？我娘是贵妃，你娘只是个贱婢，你死定了！住手！你应该感谢沈大人救你一命。还不快滚！秦彦之，老夫不管你以前是装的还是真的，一句话，别碰我女儿，否则沈家发起怒来，谁也保不住你，哪怕你是王爷。沈大人误会了，其实我与沈姑娘情投意合，不信你可以回去问问她。一派胡言！我女儿会喜欢你这种废……大人怎么不说了？是想说我是废物？你确实不是废物，但你居心叵测，老夫绝不会把女儿嫁给你，更何况是现在这种夺嫡的关键时刻。沈大人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，难道连这个浅浅的道理都不懂？别在那掉书袋子，有话快说！大人还在为支持哪位皇子而烦恼吧？我这儿有个好人选，能保沈家百年富贵。你是想说你自己吧？秦彦之，你是有些才华，但这位置比的是势力。你如今毫无根基，却如此张扬，死得更快。沈大人此言差矣，乾坤未定，人人皆是黑马。与其担心我，大人不如多担心沈家。送大人一句话，有时候不争也是争，死得更快的那个人，往往是看不清局势的。不争是争，这小子难道背后真的有高人？这大夏还真是来对了。果然，有些人就是不安分。说，刚才那人去哪儿了？官爷，刚才那位爷给了我几两碎银，把衣服搁这儿。说什么？他说让二位官爷受累了，明儿把衣服送到梁王府去就行。他还说请两位兄弟喝茶，今晚就不用跟着了。咱们可是鹰眼，竟然被一个废材皇子给耍了！等等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钱，梁王爷讲究啊，看来这是赏咱哥俩的茶钱。既然王爷都发话了，咱也得讲规矩。走，今晚就当王爷回府睡觉了，喝酒去。兄弟敞亮，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锦衣卫。大人饶命，小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来，转过身，闭上眼。真不禁想。还有这位爷爷，今晚就让奴家陪你。爷，风尘仆仆的，想必是渴了。奴家房里的茶水可是管够哦。不必了。这位爷第一次来咱天香楼，算是吧。你们这儿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特色？爷真是来对日子了。今夜正巧是咱这儿的花魁出阁，爷若是有本事入得了姑娘的眼，
那才叫一夜风流。少来这套，你不会是想套路爷吧？我可听说有些地方只打茶围，连摸都不给摸一下。瞧你说的，只要爷能压得住场子，奴家亲自帮您安排。实在不行，奴家亲自陪你也成啊。免了。多少钱？打茶串的门票20两。贵宾一位，3楼看茶。听说今晚柳姑娘要亲自出题，这入幕之宾可不好当啊。那也得看兜里银子够不够香。快看，出来了！柳姑娘，这身材倒是个极品。奴家柳婉婉见过诸位爷。柳姑娘，快弹上一曲！爷大老远跑来，不差钱。思故人，江月寒霜照武陵。昨晚那几个人故意灌我酒，随后就把美女塞进我怀里。若想查清真相，这楼里肯定有知情人。柳婉婉名声最响，找她打听最合适。诸位爷，还是老规矩，今夜谁先写一首诗词，赢得满堂彩，便可直入3楼茶围。当然，不愿写诗的亦可拍卖名额。这一套玩的真黑，这跟前世看直播刷礼物有什么区别？想私聊先刷个888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由我来上一首。这土商人也想附庸文雅。公子既然有幸，便请以这古色为题，作诗一首。这有何难？拿纸笔来。锦瑟无端50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意境此深远，如入云端追忆往昔。公子大才，今夜公子可做什么？且慢，柳姑娘，说好的今晚首席归我，怎能让给这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贼人？诸位，千万别这贼人骗了！他这一身行头看华丽，穿在身上却不合身，而且他进门就东张西望，我看他分明是在踩点寻物。本公子断定，这诗定是你偷来的，你就是个毛贼！这小子谁啊？眼睛还挺尖。钱公子，此话当真？他可是我天香楼的客人。我乃刑部侍郎亲侄钱子家，断案无数。柳姑娘，今日看本公子如何揭穿这贼子的真面目。柳姑娘，此人上来打茶魁，连1两碎银都不舍得给。你再看他这身行头，虽然华丽，却处处不合身。钱公子可是刑部侍郎的外甥，12岁就跟着断案，人送绰号铁胆神探。神探既然这么说，那这姓秦的肯定是贯头无疑。快抓住这个贼人！对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放手！你个死毛贼！二位公子，请给婉婉一个薄面，罢手吧。柳姑娘莫被这贼人骗了，本公子以性命担保他是贼，谁帮我拿下他，本公子欠他一个人情。钱公子，天香楼开门做生意，只要没坏规矩就是客。至于这位公子，还请你放开钱公子，莫让婉婉为难。柳姑娘通情达理，在下佩服。只是并非我存心挑事，而是这位钱公子想踩着我的头，博得大家青睐啊！有本事放开我，咱们正大光明打一场。没兴趣。公子若肯放了钱公子，奴家愿意单独为你献上一曲。好啊，先弹曲，再放人。谢公子。谢就不必了。柳姑娘唱功确实了得，可惜这词不过是词藻强行堆砌，毫无意境可言，白瞎了柳姑娘的天赋。狂妄！这次可是翰林院林院长亲笔，北齐诗仙都赞不绝口，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诋毁林院长？诗仙？哦，那个姓廖的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怎么知道宫里的消息？少废话！你有本事就跟我打赌，你若能写出比林院长更好的词，本公子给你磕头赔罪。你要是写不出来，就跟我回衙门吃牢饭。对，拿去吧。赌注太小没意思。若我写出超过林院长的词，柳姑娘，不知今夜可否让我成为你的入幕之宾？那就要看公子是否有真本事了。望处雨收云断，凭栏悄悄，目送秋光。晚景萧疏，堪动宋玉悲凉。念双燕，南屏远信，指暮天，空时归航，暗相望。断鸿声里，历尽歇阳。婉婉斗胆，敢问这位公子贵姓？
免贵姓黄，叫我黄公子就可以了。黄公子请稍后，待会儿会有侍女来请公子。慢着，柳姑娘，你们别被他骗了，他是贼，这次肯定是抄来的，说不定是他从哪位大儒那里偷来的墨宝。照你这么说，全天下的瓷都是偷来的。钱公子，你这种站在夹缝里看人的鼠辈，看谁都是扁的。常言是人不可貌相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若不是仗着你舅舅那身官皮，你觉得这屋里会有人理你吗？你敢侮辱本公子家世！好，你不是有才吗？再写一首同水平的。你若写得出来，本公子当场下跪磕头道歉，认你当大哥。你要是写不出来，现在就跟我回刑部大牢。好词偶获一首已是难得，短时间内再出一首，这姓秦的悬了。认大哥就不必了，我这人不喜欢随便给人当哥。不过你要是肯认我当义父，我就勉为其难再给你写一首。混账！你写，我看你写不写得出来。怎么，写不出来？写不出来就跪着从这儿钻出去，本公子或许能放你一马。我只是在想，哪一首最合适柳姑娘？乖儿子，听好了，自春来，惨绿愁红，芳心事事可可。日上花梢，莺穿柳带，针线闲牵伴一坐。和我年始年少，光阴虚过。这词说到了咱们心坎里，谁想抛头露面？若是能有良人相伴，谁又不想相夫教子？公子，这词真是为婉婉所写，只此一首，送与家人。谢公子，请公子上4楼入手席。怎么，乖儿子，愿赌服输吗？你别太狂，在这京城，本公子弄死你像捏死一只蚂蚁。妈，钱公子想当众反悔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刑部侍郎的名声你也不顾了？义父，孩儿知错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乖儿子，真孝子。钱公子留步。钱公子，这是上4楼的请帖，方才的事你别往心里去。那是自然，我还不至于跟那种人置气。那就好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别以为柳姑娘会看上你，今晚柳姑娘本少必拿下。这黄公子竟能做首席，这轮廓，这行事风格，怎么如此像今日金銮殿上那位九殿下？这位公子气度不凡，我们此前是否见过？赵大人，你说呢？果然是他，这笑容错不了。感谢诸位的到来，今夜奴家将从诸位当中选出一人，为奴家梳妆。梳妆，这可是半年来柳姑娘的第一次。我总算等到这一天了，趁着名声正响，今晚得捞个盆满钵满。柳姑娘，我愿出5000两白银。柳姑娘，只要你选我，回家立马休了家里那个黄脸婆。柳姑娘，你也看到了，大伙诚意十足，你有什么要求，只管说来。奴家只有一事相求，若诸位中有人能允，奴家今夜便是他的人。柳姑娘，快说，别说1件，就是10件也应你。奴家来京城只为一件事，为我爹讨回公道。20年前，我爹柳时杰锒铛入狱，含冤而死。诸位皆是京中名门，若有人知晓当年内情，并愿告知，奴家感激不尽。哎呦，诸位客官莫怪，这丫头说胡话呢。今夜茶会结束，诸位请下楼，所有姑娘一律7折，快下楼。柳姑娘，非我不愿，而是此事实在为难，你还是换个要求吧。大夏天朝，难道就没一个公理吗？难道连句真话都不敢说吗？柳姑娘，小生不才，愿意给你一个真相。柳姑娘，她定是想骗你身子，我钱子家都不敢管的事儿，她凭什么？上京城就没人敢管这事儿？你不敢，不代表我不敢。柳姑娘，信我吗？既然不信，那就看行动。今夜把你房里的窗户打开。这贼子好大的狗胆！等等，那地上的玉佩，你这疯丫头，我当初就不该收留你！现在整个京城都要炸了，快连夜出城去，不然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！阮妈妈，婉婉不怕死，婉婉想留在天香楼。不行，马上给我离开！妾身可以留下所有金银，只求您给我个栖身之地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可没逼你。不过婉婉，
你当花魁这么久，终究是要出阁的。你现在是罪人之后，能遇到贵人洗脱奴籍最好了。我看钱公子就不错。阮妈妈放心，我会考虑的。好，你好好休息吧。这是皇室玉牌。黄公子，黄公子，请留步。赵大人，深夜追来，可是还有雅兴？听老臣一言，柳贤前的事水太深，即便以黄公子如此尊贵的身份，也切莫插手其中。多谢赵大人提醒，秦某心领了。哎，公子保重。连刑部高官都这般忌惮，看来那件事情不简单。草民钱子家叩见贵妃娘娘。你也是来看贤儿的？王爷他出事了。秦一之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秦贤，你是要造反吗？儿臣只是想替大哥出气。秦衍之那贱种竟然敢打沈月慈的主意！闭嘴！本宫问你，你的身份玉牌呢？好像掉了。掉了？你可知那东西若是落在有心人手里是什么后果？娘娘，那令牌，小人似乎在天香楼瞧见过。说，今夜有个姓黄的毛贼在天香楼闹事，小人隐约看见他手里有一块龙纹玉牌，定是那贼子偷了王爷的东西。钱子家不惜一切代价把令牌给本宫拿回来。娘娘，我这就去。奴家见过王爷，希望王爷信守承诺，告诉奴家真相。先把衣服穿上。王爷可是嫌弃婉婉，婉婉虽在风尘，却仍是清白之身。不着急，先说会儿话。王爷是不习惯这环境，还是不习惯奴家？我问你，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龙雕挂金，大夏只有郡王以上才配拥有。婉婉在这天香楼半年，只为寻觅贵人，绝不会看错。那你再仔细看看，我是谁？九皇子，那个废柴皇子。